金光瑶继续道：忘机把你保护得很好，我现在确实也动不了你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动不了温氏那群人。再者，他再厉害，现在不也躺医院了？魏无羡猛然抬高音调：片场的事是你指使的。金光瑶面上颇有不屑，那个三流明星长得不行，办事也不利索。魏无羡要不是被孩子闹得没力气了，早把桌上的杯子往这张笑脸上扔过去了。如果杯子里装的是硫酸就更好了。既然你没死成，就换个方式玩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？把你手上的云梦云深的股权全都转到我名下，成功后我保证不动温氏兄妹一根毫毛。魏无羡看了眼前野心勃勃的人，露出一个嘲讽意味的笑来。他终于明白金光瑶的目的是什么了。他不缺名不缺利，能让他疯魔至此的就只能是权了。魏无羡并不是蓝氏和江氏的最大股东，但他手上的份额也仅仅只是次家主了一点。若是这些股份移到了金光瑶手上，那么蓝氏江氏日后在做重大决策时就不得不受他的钳制。一开始魏无羡只以为他是不甘屈于金子轩之下，而现在他才意识到金光瑶真正想要的是成为下一个温若寒。他要控制四大集团，而不是简单的觊觎一个金氏总裁的位置。弄清了对方的来意，魏无羡反而冷静下来。他绝不可能让蓝氏江氏陷入围谷，也不会把温情温宁往火坑里推。这一切的矛盾点全在他一人身上，只要他消失了，金光瑶还能拿他怎么样呢？魏无羡放松下来，拿出许久未曾搬上台面的灵力道：这真是个两难的抉择，你总得给我时间考虑一下。金光瑶道：自然，我给你充足的时间考虑，但也别让我等太久。他站起来像是要走，却又折回对魏无羡说：魏无羡，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想让你死吗？他露出一个邪气的笑来，说出的话像是蛇信子一般冒着寒气。你身上那些不清不白的过往是江氏蓝氏背后最大的隐患，你就不该活下来。当初若是病死在医院，今天江氏和蓝氏怎么可能有把柄？说起来还得谢谢你这顽强的生命力。他整了整领带，带了几分惬意。原本我看在二哥的面上并不想太狠，现在虽然计划有变，不过结局是一样的。现在我发现整你也挺有趣的。他说罢便扬长而去，原本围在咖啡厅里的黑衣人也尽数随他退离。魏无羡重新获得了自由，他坐在原位一直没有动，一方面是他现在暂时没有力气，一方面则在很认真的思考金光瑶那一席话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。他摸摸隆起的肚子，苦涩地笑了笑。江城把车开回广场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了，他一下车就骂骂咧咧地朝站在风口的魏无羡走去。取个车都能遇上两傻 X， 停车场就那么点的，居然还能撞在一起，挡路了也不知道开走，浪费老子时间。他拉起魏无羡的手臂就往车上走，结果碰到了纸冰块一样的手，立即皱眉道：你是不是傻，就一定要在风口等我，不会找个地方坐？着凉生病了怎么办？到时候阿姐又要骂我。打你电话也不接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。魏无羡，出什么神呢？江城看着眼前不太对劲的人，原先的急躁退得一干二净，想伸手帮人把帽子拉上来，结果才靠近一步，魏无羡脸色突然惨白下来，推开江城，撑着一旁的栏杆呕了起来。江城被吓惯了，反应快速地抽出纸巾来，魏无羡颤着手接过，纸巾便染上了血迹。等回了车上，江城依旧不放心，看着副驾驶抓着安全带昏昏欲睡的可怜人，不放心道：真的不用去医院看看？魏无羡撑开眼皮，有气无力地摇摇头，家里有温情开的备用药，比去医院有用。江城揉揉眉心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魏无羡往他这边看了一眼，呕血的症状半年前。操江城砸了一下方向盘，魏无羡你能耐，你有能耐就瞒蓝忘机一辈子，你这副鬼样子看不出来就是傻子了。听见蓝忘机的名字，魏无羡突然来了点精神，蓝湛今天就要来接他回家了。他看向江城握着方向盘的右手，突然吐出了2个字：谢谢。江城被他这声道谢弄得云里雾里，再追问，魏无羡已经偏头枕在椅背上睡过去了，手里还紧紧抓着安全带，隆起的肚子没有被带子勒到，随着他的呼吸小幅度起伏。
江澄叹了口气，放缓了车速，把车开得又缓又稳。到了家，魏无羡就像耗尽电量的电池，再提不起一丝力气去应付旁人，连江厌离刚做的莲藕、排骨汤都没看一眼，径直走回卧室，鞋都没脱就倒床上昏睡过去。江厌离见他状态不对，有些着急。江澄去厨房拿了杯温水，又熟门熟路地翻出包里备好的药，倒好用量，把人捞起来强制灌药。魏无羡累惨了，一张脸苍白的不像样，睡梦中却也知道要听话，乖乖吞了被人塞进嘴里的药丸，随后彻底没动静了。江厌离心疼极了，这几日演得好好的情绪突然就有些绷不住。江澄一边帮人把鞋子脱了塞回被窝，一边违心地安慰着阿姐，怪我今天取车时遇上点事，这傻瓜就站在风口处等了半天，现在估计是受凉了，吃了药就没事，姐你别太担心了。这话没起多大效果，江厌离眼眶依旧红了。到了傍晚时分，门铃准时响起，江澄料到是谁，故意坐在椅子上装聋，还是江厌离去开的门。蓝忘机和江厌离打了声招呼，直接忽视了客厅里气压低沉的某人。他在睡觉，江澄把魏无羡的手机拍在桌子上，提醒道：蓝湛给魏无羡打过2个电话，全被江澄刻意无视了，就算不想吵到魏无羡，也只需要关静音就好。江澄却偏偏要把手机也拿出来，防止这2人又拿着手机隔空作妖。当然，魏无羡现在肯定没这个精力就是了。蓝湛微微一愣，随即放轻了脚步，看了一眼江澄，道了句谢谢。江澄也看了这人一眼，眼前的蓝忘机没了前段时间的憔悴，精气神似乎也养得好了些，倒是看不出刚出院的影子。罢了，这人对魏无羡也算上心，他在这里生闷气，其实没什么实际意义。他把魏无羡的手机还给了蓝忘机，从中午睡到现在也该醒了。江厌离也道，把人喊起来吃晚饭吧。蓝忘机这才推了魏无羡卧室的门。魏无羡自小就住在这间房里，不论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，这间卧室始终只为他一人留着。房间的摆设风格没什么太大变化，一张小书桌，上面的电脑从台式换成了超级本，角落里堆了各种乐器，架子鼓、吉他，还有一台钢琴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音乐角，主人多年没碰，居然也没有积灰。钢琴的谱架旁安安静静地躺着一只银色口琴，在角落里反射出一小片光，让人无法忽视。魏婴玩其他乐器都是半吊子水平，这就注定他成不了歌手，但却十分擅长口琴。初中的时候，这人就爱显摆自己刚到手的乐器，总喜欢找个没有人的角落独自吹奏。年少的魏无羡确实是有过歌手梦的。某段时间宵禁后的云深中学后山总能传来几声奇怪的曲子，蓝忘机从这人磕磕绊绊10次有9次能吹破音，默默听到这人轻轻松松能吹出一支复杂的曲子。等蓝湛去图书馆补完音乐相关的知识后，3分钟热度的歌手梦已经被魏婴遗弃在某个犄角旮旯里了。